第91章，还会记得吗？我不是正人君子，更做不了柳下惠，所以某兵在我这里过夜，必然会发生一些事情。当然，某兵也不是电视剧里演的玉女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们好像都是各取所需。对我来说，这样的经历可能跟梦幻一样不真实，但是正是这种不真实，可能更加会刺激我内心的欲望，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世界金钱的万般用处。某兵这样的女人，无数少年心中的梦中情人，曾经的我也把她当成偶像和梦中情人。当年在东莞打工的时候，我何曾能想到有一天我能一亲芳泽呢？然而现在，她就像小鸟一样乖巧的依偎在我的怀里，矜持的说着一些略带挑逗的话。我们像恋人像朋友一样聊天，好像真的就是情侣一般。她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是跟黄总拎包的。方小华那个傻帽被姓黄的忽悠了，某兵根本不信，就是干笑。我从他的笑容中读到了不愉快，便道：说真话你不会信？那我说实话，我本职是干互联网的，在深圳发展。某兵道：你不懂我们这个行业，却敢让黄总投资那么多钱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我说你这是什么逻辑呢？黄海山投钱跟我有毛关系？如果是我自己的钱，我说不定就不投了。我心想，我倘若有1000万，打死我也不可能投到影视行业。我他妈在深圳买一幢别墅不香吗？然后再把剩下的钱拿来过日子，好好理财，这辈子可以财富自由了。我的想法恰就反映出我屌丝的格局。用马从敬的话说，我就这点出息。后面很多年，他都经常如此批判我。某兵跟我讲，说影视行业现在很困难，像黄总这样的老板真的太少了。他说方小华其实算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，至少情怀还在。我说某小姐，我听说现在内地的电视剧和电影都向港台靠拢，是不是什么电影打了一个港台的标签就能脱胎换骨啊？某兵道：是这样的，国内现在观众基本都认港台，所以港圈谁都想巴结，内地的明星只要沾上了港圈，出头也就快一些。我问他在广州发展，而没有在北京和上海，是不是有这个考虑？他低下了头，好久不说话，好大一会儿，他道：港圈乱七八糟的一团，我们真要进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所谓代价是什么？实际上我对那边一直就没什么好感，因为那地方是真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，就因为我们抄他们的作业，后来搞出了很多的事情。而04年那个时候，娱乐圈只要是港台的所谓明星大佬，他们进了大陆，大陆的女孩子基本都是倒贴的。我点了一根烟，道：某小姐，我判断用不了10年格局就变了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现在内地可能还落后一点，但是几年功夫局面就会改变。现在内地影视已经有了苗头了，老谋子、缝裤子都在露脸，他们一旦露脸，未来就是百花齐放。你们现在有了资金，如果本子搞得好，火1部2部剧之后，还是要去北京或者上海。你要做生意，在广东可以，但是你要搞文艺，北京上海一定是主流。我说这几句话纯粹是胡诌，但是这种胡诌背后也是我博览群书，然后通过自我思考之后的观点和想法。当初我真就是那么想的，后来的发展恰契合我的想法，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。某兵看着我，我感觉他眼睛里有光，好像我的话打动了他。后来他跟我讲，我当时的那一席话让他受益极大，简直就是拨云见日。他说我说中了他的内心，他来广州其实就是想火，而要火就是准备下决心扑一个香港大佬呢。那个年代内地女孩子找机会扑香港大佬的人太多了，某兵虽然条件好，但是机会不好，还没有扑上去。但是我的一番话让他幡然醒悟，他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。在经济上来说，内地的形势一片大好，从经济传递文化产业，肯定内地的文化产业也一定能上去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几句话就改变了一个社会公众人物的命运。当时只是觉得光鲜外表下的某兵，其实内心充满了无奈。佛说众生皆苦，某兵恰是那个处在苦海中的众生罢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得略微有点晚，某兵上来吻我的脸颊，附耳低声跟我讲：陈斌，您以后还会记得我吗？我当时感到无比的迷茫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他以后不会记得我才对。我是个什么货色？我不过是被老黄当猴子一样捧到前面的一个 SB 而已。当然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我笑了笑，道：当然，我会记一辈子的。某兵道：那我们交换手机，交换 QQ。某兵把我的手机拿过去拨了他的手机，然后把号码存了，又用酒店电脑登录 QQ 加我。我全程没有任何表情，我就想一件事，如果某兵知道我真实的身份，知道我不过就是深圳的一个普通打工仔，他还会如此热情，如此会来事吗？我想人生还是不要有那么多假设吧，有些实事很残酷，我们知道就行了，没有必要一定要让这个残酷落地实现。某兵走了，老黄喊我吃早餐，邀我下午去南海，我拒绝道：黄老哥，南海我就不去了，我跟你比不了，我还要回深圳搬砖呢，月底春节回湖南，年底最后冲刺，我不能放松。黄海山哈哈一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道：陈老弟，你真是个人才。黄老哥我轻易不佩服人，
但是对你我真有几分佩服。我觉得你深圳的那个工作还是别干了，过来帮老哥我保证不亏待你。我打哈哈笑道，那真是太好了，跟了你黄老哥，我这辈子还愁什么？啥都不愁了，哈哈。我笑得很爽朗，内心却把老黄的话当狗屁。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会跟老黄，因为在老黄的潜意识里面，跟着他做事的人，他会把这一类人放在一个很低的级别，可以理解为奴才，或者再露骨一点，就是一条狗。